瞒着父母偷偷上音乐大学的她，传奇女团出身的 solo 歌手，从巅峰跌落谷底，再次爬起来的她。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，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2NE1的大姐朴春。1984年3月24日出生于首尔，13岁时独自到美国留学。高中时受玛丽亚·凯莉影响，梦想成为一名歌手，但是父母亲非常反对。大学原本主修心理学，但在亲戚的鼓励下，他瞒着父母转到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。2002年回到韩国，并多次参加 YG 甄选，但频频落选。梁玄熙表示，朴春连续3年都来参加甄选，是意志非常坚定的努力派。虽然中途也有其他公司对他寄出邀请，但他一心只想进入 YG 当歌手。在他努力不懈之下，终于在2005年顺利通过甄选，进入 YG 当练习生。2006年，他在师兄 BigBang 的出道曲《We Belong Together》中一起合唱并参演 MV，2个月后又合唱了《Forever With You》，也出演了 MV。同年，也和李孝利和李准基拍摄广告，也发行了广告主题曲《Any Star》。出道前就非常活跃，他的音色和唱腔在韩国非常少见，因此在出道前就备受瞩目。原本预计作为 solo 歌手出道，最先收到朴真勇写的歌曲《就算我无法再唱歌的人》就是朴春，但后来改为 Seven 唱。李夏怡的《稻草人》原本也是给他作为出道歌曲，不过后来决定要以组合出道。2009年3月 ，YG 宣布即将推出第一个女子团体。他们在出道前就先和 BigBang 合拍手机广告，并合唱 Lollipop。5月正式以4人女子团体 2NE1 出道。当时 YG 掌权的是梁玄熙，他对首个推出的女团可说是用尽全力，给予最好的资源。出道前就被称为是女版 BigBang 的 2NE1，一出道就横扫各大音源榜单，也成为首个正规专辑全曲都打进音源榜的女团。高人气不仅是在韩国和亚洲圈，在欧美国家也是获得不少人气。虽然没有发行太多歌曲，但发行的首都是经典。当时同属 YG 的 BigBang 和 2NE1 可说是顶级偶像团体，而朴春在团内担任主唱，独特的音色以及高水准的唱功，再加上像芭比般漂亮的外貌和有点4次元可爱的性格，让许多粉丝都陷入她的魅力中。闪亮大眼再加上鼓鼓的脸颊肉，团综中又常出现她吃东西的样貌，也让她产生了春母太郎的绰号。出道同年，她就发行数位单曲 You and I， 并收录在 2NE1 正规专辑中，一发行便获得超高人气，还获得了 Mnet 亚洲音乐大奖最佳数位单曲奖。2011年再次发行单曲 Don't Cry， 依旧获得亮眼成绩。就这样 2NE1 以独特的风格打出名气，从一出道就获得高人气，很快的就成为当代最强女团代表之一。不过在2014年爆出朴春走私禁药案件，报道指出2010年她收到从美国寄函的包裹，被查获里面有非法药品，警方调查后以不起诉处理，但案件却在4年后被媒体爆出，并造成轰动。过去朴春曾是足球选手，但却目睹好友在球场上去世，心理受到严重创伤，之后便持续接受心理治疗。出道爆红后，他的状况恶化，在韩治疗却没有成效，因此美国家人寻求过去在美国治疗的医生协助，获得了处方签，并将药品寄到韩国奶奶家。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过去服用的药物中竟含有在美国是合法，但在韩国被列为禁药的成分，所以没有事先做申报。而包裹抵达仁川机场，便被警方盯上。1周后，警方突袭朴春家，发现原有82颗的药物少了2-3颗，属于合理用药范围，并没有再制嫌疑。不过因为还是属于管制药品，所以朴春还是必须配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他出示了美国和韩国的诊断书，以及在美国多年治疗以及用药记录，证明了自己服药是为了治疗，并非作为非法用途。因为不清楚药物内含成分，不知道韩国是非法，所以没有进行申报。而会寄到奶奶家，是因为自己经常不在家，所以才请奶奶代收。而明明只是处方药，并不是毒品，而且检调也早已落幕，却在4年后被媒体以走私毒品、涉毒等耸动标题爆出，无疑是要毁了他们。许多网友也开始兴风作浪，在不清楚事情真相下，就质疑 YG 动用权势让检调吃案，
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 ，YG 却没有积极作为，不仅没有立刻发官方声明澄清，事情发烧了许久，才有老板在 SNS 上发文说明事情来龙去脉。而网友们也找到了朴春高中踢足球好友过世的新闻，但发现时间和他的年龄不符，再爆出了谎报年龄的案外案。而当红女团成员接连爆出疑云，媒体当然也不会放过他。面对持续性的攻击 ，YG 依旧消极应对，认为时间会带走一切。朴春也离开了固定综艺 Roommate。虽然许多粉丝知道事实后都为他加油打气，但更多的是只看标题的大众，因此朴春就被冠上污名 ，2NE1 也就此被冷冻。2015年末 ，2NE1 惊喜合体于妈妈舞台，虽然许多粉丝都非常感动，也期待他们能够回归，但依旧有无知的网友继续抨击。2016年，随着敏智退团，团体也没有明确发展计划。朴春也在年末合约到期后不与 YG 续约 ，2NE1 正式解散。解散后，他继续沉淀，并没有马上找新公司，直到2018年才和 D Nation 娱乐签约。2019年3月，睽违5年，以 solo 姿态发行单曲 Spring 正式回归。而这次新公司帮他更有条有理、更巨细靡遗地将过去争议事件做澄清整理，让大众更清楚事实真相。也表示未来若还有对此争议有疑惑，他们都愿意再次道歉以及说明，展现保护朴春的坚定意志。而之后大众也开始扭转过去对朴春不好的印象，虽然还是有许多网友不接受并继续当黑酸，但更多的是愿意在留言帮他澄清、洗刷过去污名的人。新歌 Spring 是过去担任 YG 制作人的勇敢兄弟帮忙作曲，好姐妹 Dala 也在歌曲中助阵，梁玄熙也罕见的在 Instagram 上帮朴春宣传，回归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换公司后参加的综艺也比过去多样，出演了 BTO Star、不朽的名曲《蒙面歌王》等人气节目。特别是在 Queendom， 其他组都是女团，唯独朴春是独自参加，让许多粉丝都感到难过。而节目中，就算她是大前辈，也不会摆架子，展现了跟过去一样傻大姐般的性格，也让许多观众重新认识到她。过去在 YG 时，公司都让艺人走神秘主义，因此鲜少出演综艺节目，更是久久才回归一次。不过粉丝们还是可以在团综 2NE1 TV 中认识到真实的她，跟舞台上霸气帅气的形象不同。私下的朴春是非常可爱的傻大姐，个性单纯，脾气好，想法难以让人捉摸的4次元角色。虽然在团中是大姐，但却又经常做出让妹妹们爆笑的举动，一点都没有大姐气势。虽然 2NE1 解散，但他们私下感情还是很好。她也不止一次在节目中提到，很想念跟成员们一起表演的日子。朴春拥有一双超知名的漂亮美腿，过去成员们大多着裤装，唯独她都穿着迷你短裙或短裤亮相。腿型笔直又纤细，是许多女性梦想的美腿。就算变胖，也只胖上半身，下半身几乎都没什么胖到。而她一直都是易胖体质，过去团体时期都有黄教练监控她的饮食及运动。但经过漫长空白期，除了承受巨大的压力之外，又持续有服用注意力缺失症的治疗药物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下，体重也大幅上升。变胖后在媒体前曝光，又再次遭受网友恶毒的批评。不过这次她下定决心努力瘦身，靠饮食控制成功瘦下来，也在2021年3月底带着新歌以健康面貌回归，希望这次能获得好成绩，也期待未来某天可以看到 2NE1 以完全体再次站上舞台。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，永远的 2NE1 春女士朴春。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集见，安妞。